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星河百度。当你把一只雄性老鼠放进一只有雌性老鼠的笼子里，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？大家应该都能想象到吧。首先是一个疯狂的少儿不宜的画面，但渐渐的，雄性老鼠就恢复平静，并不是因为它累，而是对雌鼠产生了厌倦。即便雌鼠多次暗示，雄鼠也无动于衷。但如果用一只新的雌鼠取代原来的雌鼠之后，雄鼠又立即焕发新生，这个过程可以不停的重复，直到雄鼠筋疲力尽。这是著名的克利兹效应。当然，雄鼠对新刺激对象的反应我们并不关心。我要说的是，克利兹效应对人类也同样适用。澳大利亚研究员就做了这么一个实验，研究人员对实验对象重复播放同一套羞涩片，并观察他们的反应。他们发现实验对象的兴奋随着播放次数的增加而减少，重复的画面让他们索然无味。在第18次播放的时候，有些人都开始打瞌睡了，但第19次时，研究人员换了一个芯片，实验对象又重新精神起来了。这个效应还原了成瘾的过程，也可以解释人们对某些事物上瘾的原因。今天我们就深度聊一聊那些戒不掉的瘾是如何控制你的。之前咱们也聊过多巴胺和成瘾机制，不过今天的内容引用脑神经学家加里·威尔逊的研究成果，一定会让大家重新认识上瘾这个事儿。对于人类和其他哺乳类动物来讲，欲望和动机都来自一种叫做多巴胺的神经化合物。多巴胺让大脑中的奖赏机制活跃起来，使人们产生快感，它也是人们上瘾的原因，所以被称为成瘾分子。它释放的越多，人们就越想要一件事物，反之就不会产生兴趣。比如蛋糕能刺激多巴胺，苦瓜就基本不会。但多巴胺并不是个坏东西啊，相反，它非常有用。从进化意义上讲，它促使你做一切有利于你的基因延续的事情，比如食物、性、新奇特。性是大自然能够提供给你的奖赏机制中单一剂量最大的多巴胺释放。咱们再回到克利兹效应，雄鼠大脑对原来那只雌鼠释放的多巴胺越来越少了，但是新的雌鼠出现后，多巴胺又为刺激而飙升，因为新的事物可以刺激多巴胺，比如一辆新车、一套新衣服等等。这也是为什么网络上的羞涩片特别能刺激奖赏机制，因为鼠标一点，新的画面就出现了。随着多个同时打开的页面和不计时数的浏览，人们在10分钟内找到的对象就比古代人一生找到的都多。当一个大脑面对着它从未进化到可以处理超量刺激的时候，那种感觉就像大脑里在放烟花一样，不上瘾才怪。这跟一种叫做德尔塔 phosphate 的蛋白质有关，这种蛋白质是启动成瘾相关的大脑改变的总开关，因为它在进化上的功能就是驱使我们要越多越好。打开这个开关，人们就开始放纵自己了。而激活德尔塔 phosphate 的导火线是什么呢？是多巴胺。持续大量消耗自然奖赏或者长期滥用药品，多巴胺都在不停地刺激德尔塔 phosphate 积累，从而引发大脑的4种变化。1. 敏化反应，这其实是一个学习过程。多巴胺刺激导致德尔塔 phosphate 生产过剩，和神经细胞之间的联系加强，这叫神经的可塑性。练习越多就越容易做，最后变成无意识的思想和习惯。出现任何细微的刺激都可能诱发习惯性的动作，比如一个人独处看到性感图片就乖乖的打开电脑。2. 脱敏反应，在多巴胺不断蹦出的时候，接收细胞就会发生紊乱，减少多巴胺受体的释放，也就是麻木了。就好比是俩部门，接收部门对释放部门说：“你们行不行啊？这点东西根本满足不了我。”释放部门就说：“我去给你找更刺激的。”这个过程也是所有成瘾的基础。3. 脑前额叶功能退化，脑前额叶灰质和白质的改变，使成瘾者控制冲动和预知后果的能力降低，就是越来越控制不住自己，在自责和放纵之间来回拉扯，更严重的可能会做出一些不好的事情。4. 压力处理部分失常，压力大的时候，喜欢打游戏的人会去打游戏，喜欢看片的人会去看个片，这也是戒不掉的原因。你想啊，戒瘾本来就会带来压力，而压力容易导致成瘾者破戒。这么看的话，很多人把压力当作放纵自己的借口，其实不是借口，是真的。一些人认为只有黄赌毒会让人上瘾，看片、打游戏这些不是上瘾也不会上瘾，就是消遣放松。但研究成瘾对大脑影响的神经科学专家并不这么认为，他们提出了一个简单的4C 模型，符合这个模型的过程其实都可以叫做成瘾。1. 强迫 compulsion， 刚开始可能只是被动。2. 继续 continue， 有了第一次后不断重复。3. 无法控制 control， 虽然知道后果不好，但是停不下来。4. 渴望 craving， 心理或生理上的依赖。所以咱们上面提到的看片很明显是会上瘾的，不然不会有这么多年轻人在夜深人静时深陷其中无法自拔。但威尔逊认为看片并不属于是性瘾，而是一种网瘾，因为直接刺激大脑的是来自电脑屏幕上不断切换和新奇的像素。黄赌毒大家都知道会成瘾，这里就不重点介绍了。有一点需要注意，毒的成瘾过程非常短，刺激程度非常高，在它的刺激下，多巴胺的分泌量可能是正常情况下的数百倍。当然极度亢奋之后的空虚也是难以想象的，因为再没有什么能引起成瘾者的兴趣了。
比起这些明确禁止的成瘾物，生活中还有很多容易成瘾的需要我们注意，比如垃圾食品、游戏、短视频、烟酒等等。而且这些更有潜力让人们上瘾，因为你做这些事儿没人会管你，只要条件允许，你随时随地都可以索取，自然奖赏也是无限制的。由于高脂肪高糖食物的影响，75%的美国人超重，35%的人吃肥。如果不是有较强的意志力或者其他事情影响，有几个人愿意减肥呢？对吧？游戏短视频的问题可能会越来越严重，因为设计这些 app 的技术团队已经不只是研究产品，而是开始研究受众的心理。他们会揣摩用户什么时候会被刺激，什么时候会产生满足感。每个看似稀松平常的交互设计，都是经过了很多次的研究和实验，目的就是让用户对他们的产品上瘾。所以我看一些软件和游戏弹出防沉迷的提醒就觉得可笑，又要赚钱又要立牌坊，好事怎么都让他们摊上了。曾经有个 app 就是给图片点赞的，后来被封掉了。创始人自己就说，点赞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可卡因，他们难以察觉的成为主宰我们文化的第一代数字毒品。所以你看，藏在你手机里的这些 app 或许更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。烟酒不用我说，大家应该也都了解，会成瘾，而且对身体的伤害很大。研究发现，87%的肺癌是因为吸烟引起的，烟酒也是诱发肝癌的主要原因之一。所以为了健康，大家还是要适可而止。从神经学概念来看，成瘾是因为德尔塔 FOS B 与神经细胞之间的联系加强，久而久之在大脑里形成了一条敏化的路，走这条路很爽，所以戒瘾就需要我们重启大脑，用其他路取代这条成瘾的路。除了看片游戏获得的快感可以刺激多巴胺，还有什么可以刺激多巴胺，让其他路也产生敏化反应呢？我们记着3个关键词：希望、挑战、奖赏。咱们在处于压力的时候，只要心里有明确的目标和希望，就会刺激多巴胺的分泌，也就是我们依然能产生幸福感和动力。比如一个创业者，每天焦头烂额地应对各种问题，公司还连续几个月亏损，但他还是充满激情，因为他能看到希望会在不久的将来变成现实。反过来，如果一个人没有目标，每天按部就班的上班下班，他会像开头雄鼠对雌鼠一样产生厌倦，因为多巴胺讨厌一成不变，久而久之甚至会罢工。所以希望是戒瘾的前提，除了可以直接刺激多巴胺的分泌外，也会产生一种稀缺状态，精力、意识、时间都投入到自己的目标中，自然没有多余心思去理会让你上瘾的那些事儿。打游戏如果一直让你在新手村，过不了几天你就懒得玩了，因为根本没有挑战性。游戏能让你上瘾的原因之一，就是因为难度越来越高，挑战成功后的满足感也会越来越强烈。我们可以回忆一下高中时候，你花1节课的时间来解一道难题，当你解出正确答案的时候，那种感觉是不是很爽？但现在我们都只是在用经验、习惯和潜在认知处理简单的事情，遇到困难可能还要躲一躲，这也是我们觉得生活没有乐趣的原因之一。我们把游戏心态应用到生活当中，你会发现生活就像打怪升级一样，挑战自己，原定1个小时完成的工作，在40分钟内完成。原计划每天跑5公里，试着跑6公里，你会发现不仅找回了乐趣，还年轻不少。戒瘾最难的不是没有希望，不是不敢挑战，而是坚持不下去。只靠意志力显然还不够，还需要给自己一些奖赏。多巴胺对奖赏特别着迷，被夸奖、被爱、被鼓励都可以促进多巴胺的分泌，当然也包括最实在的物质和金钱的奖励。只要是你喜欢的，多巴胺肯定都喜欢。成瘾物的奖赏是即时反馈的，快感、满足感等等，但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的奖赏是长期且温和的，所以容易被弱化甚至忽略。这就需要我们做到2点：一、克服时间贴现，想象目标完成之后的收获，这可以欺骗你的大脑，它会误认为你已经成功了，并且分泌多巴胺。2、发现容易忽视的奖赏，比如减肥，体重秤数字的减少就是奖赏；看书，不经意间悟出的道理就是奖赏。你关注的点不同，就会有不同的感受。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积极乐观，有些人一直郁郁寡欢。戒瘾难吗？真的很难，但刚好也是一种挑战。而且很多人已经通过不同的方法挑战成功，不再被成瘾物挟持，恢复了正常的生活。所以只要你想，你也可以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，感谢您耐心观看。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，还望订阅关注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一个人能走多远，要看他与谁同行。关注星河百度，咱们每周聊点有温度的成长内容。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